生了，是2个闺女。什么？2个闺女？栓儿，趁你哥还没赶回来，赶紧。哥知道了可咋整？没事儿，秀娥这会儿还没醒，本来就已经有了君儿和月儿，这再生了2个闺女，根本养不起。你还没结婚，彩礼不要钱吗？快去！不好了，郑老太，你家老大工地井塌了，救上来人已经没了。孩子爸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儿啊，死了，都死了。你的女儿也死了，我不活了。秀姨，你别走。好孩子，不哭。你要走走吧，可不是我赶你走的。妈，等妈有钱了，就接你们去城里上学。喂，妈，彩礼钱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彩礼钱能商量吗？20万实在太多了。哎呀妈，小丽跟了我这么久，她家人一直看不起我，您这一天也没什么开销，这么些年都没攒下点钱吗？这些年你姐过得不好，我给你姐补贴了不少。不是，所以妈，这你都给我姐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怎么这么偏心？你别着急，妈想办法。阿姨，你这是卖炒饭还是卖画？画的不错啊，怎么卖？先不说了啊，50元一幅，30一幅吧，我挂厕所。挂厕所，行。你怎么样？我帮你叫救护车。这里是中心广场，需要救护车。对，麻烦快点。腰、口袋。爸，你醒了？送我来的人呢？我和哥是接到医院电话赶来的，没见到你说的人。您说的是送你来的阿姨吧？她给你交完钱就走了。她叫什么名字？这里签字写的是叫张秀娥。真的是她？给我找，把西城翻个遍也把她给我找出来。董事长找到了，他就在小苏总的分公司上班，是个保洁阿姨，晚上在中心广场卖炒饭，还卖自己画的画。喏，我叫人还去买了一幅，安排下去，我要跟他一起当保洁。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秀娥。怎么样，我这身？这身衣服也丝毫掩盖不了您霸总的气质。走，去上班。那我呢？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阻挡我当保洁的一切障碍。您放心，分公司里除了我和苏总，没人认得您。你干什么？怎么着？要不跟了我？我看你也比我年龄大，我不嫌弃你。怎么样？你放开！听说你晚上还要在外面摆摊卖画，缺钱是不？我老房子要拆迁，你跟了我，我不亏待你。放开他，滚一边去！死老头，挺有能耐啊！哎呀！年轻时候练过，别怕。老家伙，我跟你没完！队长，怎么了？给我揍他！老头，队长，这不好吧？都干嘛呢？不想干了吗？没事。老年人不要在公司闹事儿，当心被开除。好的，你先忙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以后他们再找你麻烦，就告诉我。谢谢你。你病好了吗？好了，这巧了不是？我也才来这儿上班。你记不记得30年前？不好意思，我接电话。喂，张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12楼的女厕所脏成什么样了？还不来清理？今天公司有重要会议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来。你以前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事儿？真的没事。给我好好收拾欺负秀娥的那个王八蛋，不要让我在西城看到他。听说了吗？咱队长被开除了。妈，彩礼钱准备怎么样了？上班还玩手机，不想干了吗？阿姨，你不停地盯着我看什么？不认得我？那个，我是想说，姑娘，你后背的拉链没拉好。你看什么？帮忙呀！磨叽死了，手还是湿的，把我裙子都弄湿了。那我帮你擦擦，这块布是干净的。哎呀，别碰我，脏死了。这戒指落下了。喂，妈，你快来医院，姐说疼的不行，要剖腹产，姐夫他们家不同意，你快来。好，让你姐别急，我马上来。这公司这么大，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去医院吧。就当你偷我的戒指，看我这次不把你赶走，天天待在我爸跟前，你也配？干嘛？你是几楼的？我怎么看你总是偷窥女厕所？跟我去保安室说清楚。你说你要和秀姨处对象，有问题吗？叔，您都多大年纪了？您这比我爸都大。谁说年纪大就不能追求爱情了？这是你们年轻人专属吗？叔，厉害呀！回头教教我爸，他也单身好多年了，难得有这么开明的小辈儿。你信我，明儿你就升职。叔，戒吉言，升职了请你喝酒。我说你能升职，你明一定升。妈，
我求求你，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你就让我剖腹产吧，求求你了。张姐，你说话呀！怎么能剖腹产？剖腹产孩子不聪明，你都疼了这么久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我当年生张介的时候吃的苦不比你少。要不打点无痛也行啊，妈。不行，老公。妈，要不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姐，你再忍忍，咱妈快来了。月月，妈，亲家，咱能商量剖腹产吗？孩子太受罪了。医生说了，还有1针催产针没打，让他再坚持一会儿，就跟要了他命似的。要不先打点无痛行吗？不行，妈，医生说月月可能对麻药过敏，你看她胳膊上的红疹，可能就是初期症状。不是说了是可能吗？要不再问问医生？可是万一是真的，会引起休克死亡的。是啊，他万一有个3长2短怎么办？肚子里可还有我孙子，她是我女儿，不是你女儿，她死了我怎么办？妈，我疼得不行了。别急，妈去找大夫。不许去，让他再忍忍。你让开。不让，我们谁不是从这一关过来的？就你姑娘娇贵，忍不了。我姑娘在我眼里就是娇贵，我当妈的见不得她受一点委屈。郑月又不是你亲女儿，搁这装什么装？从月月叫我妈那天开始，我就是她亲妈。你给我让开！哟，长志气了啊！大家都来看看，这个女人因为不是自己的亲闺女，就不管孩子过不过敏，想要害死她哟！这位大婶儿，那你就赶紧出去呗，别搁这吵吵了，这是医院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不让！张姐，拦住他！你别碰我妈！月月，妈，疼！快叫大夫！姐，大夫，大夫！乖孩子，不怕，妈妈在。孩子夭折，孕妇大出血还摔到头，看什么时候能醒来吧，也可能永远都醒不来了。大夫，我能问下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男孩。不怪你，你们母子俩不闹，月月能这样吗？你自己管去。走，儿子去验伤，让他们赔钱。月月，不管怎样，妈都不会不管你的。妈等你醒来好不好？怪我没看好姐。不怪你，怪妈没本事，让你姐吃了这么多苦，受了这么多欺负。妈，你一个人拉扯我和姐长大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怪我没本事，不能保护你和姐。傻孩子，你和你姐能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满足了。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么多钱，我还有点存款，先用着。张健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可是妈，不是说好赔偿款给我留着给我当彩礼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担心你结婚娶媳妇的钱？这里躺着的是你姐，你的亲姐。哎，请问是今天摔倒孕妇的家属吗？我是她妈妈。您好，我叫赵倩，是一名律师，刚刚知道了您家的事儿，我想我能帮您。妈妈，你知不知道我找的你好辛苦？你能帮我？我可以帮您打官司。您这情况，医院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，可是我没有钱付你的费用。我是公益律师，不收费。今天您女儿摔倒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那真谢谢你了。不好意思，秀娥，你快回来吧，你惹大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苏总监的戒指丢了，说是你偷的。我怎么可能偷她戒指？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有急事儿，你真的能帮我吗？那麻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我回头联系你。好，谢谢。妈，你说真能打官司要赔偿款？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把钱都拿走。你盯好了，这笔钱刚好就当赔给我们夭折的小孙子。人性真是没下限，你老婆还躺在那儿就开始谋划抢钱，真是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一家人。呸！你这小丫头片子，说什么呢？要你管这么多？就是，你又是什么目的？我就不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。渣男，你记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迟早要遭报应的。你这死丫头，怎么说话呢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妈，真恶心。交出来，我知道是你偷的，是您落在洗手间，我帮您收起来了。可是我刚才去储物柜没找到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我真的没偷。哼，找不到了吧？你刚才离开公司那么久，去干嘛了？说得清吗？就是他，证据确凿，报治安吧。不，别找治安，求你了，我还需要工作，我真的把戒指放进储物柜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。别狡辩了，我们这儿可不窝藏小偷，看什么？快去！苏总，真的报治安吗？
我们跟张姐也相处时间长了，感觉她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在说什么？要不你跟他一起滚蛋！总监，我真的没偷东西。好啊，还不承认？走，去搜他的所有东西。还说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明明就在你的一堆破烂里。想不到张姐是这样的人。人不可貌相，这么大年纪，真不知道丢人。苏总，不好了，小姐怕是因为你记恨上了张姨，故意把戒指落下让张姨捡，演了一出监守自盗。什么？反了她了？爸，您别生气，我去处理。可能是我妈快回来了，小北想让你们和好，所以方式有点极端。我和你妈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想不明白？小北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您别动气，我去处理。董事长，您这一去，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让小苏总去吧，不许让他受任何委屈，他可是救过你爸的命2次。是，爸，我知道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都看什么看？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哥，他偷东西。差不多行了，你看你惹这么多人看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刚调了监控，小北的戒指不是你偷的。那是谁偷的？这是公司内部事情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你怎么想到这么烂的法子？不怕惹爸生气吗？哥，在爸身边的就应该是妈妈，玛丽，大画家，不是一个保洁阿姨。你先想想怎么跟爸交代吧。苏哥，我没偷东西，你相信我吗？我永远相信你。我们是不是很早以前见过？对，30年前河边。想起来了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分。你这是准备去哪儿？我看你昨天一天都不在，是出事了吗？去医院。你病了吗？没有，是我女儿，医生说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这亲家一家真不是东西。怪我，没钱没势，没法给女儿当后盾，让她嫁了这么一家吸血鬼，被欺负成这样。钱还够用吗？勉强够用吧。不是说留给儿子娶媳妇儿？我这当妈的真没用。给你先拿去用。不行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？怎么着，亲家母？有钱的新老伴儿给钱就拿上啊！赶紧给你女儿治病，少拖了我儿子了。我会赶紧给他们办离婚的。我女儿才不需要你儿子那样不负责任的丈夫。急什么？还没拿到医院的赔偿金，不能这么快离婚。你们真是吸血鬼！你看看你什么样，女儿能好到哪儿去？我就不该心软，让张健娶了郑月。现在出个这事儿，我们张健以后娶媳妇儿都不容易，晦气死了。你这老女人嘴巴没有一句人话，都是做父母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？谁不是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？你的儿子是儿子，别人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。哦，张秀娥，你可以呀，可是找到靠山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儿子现在在苏氏集团当上部门经理了。你在苏氏上班见到他，是不是还得点头哈腰的打招呼啊？真是虚荣。低俗！你不就是上了几天学，认识几个3瓜2枣，装什么清高？你这儿子和女儿不是一样没一个有出息的？哼，够了，别嚷嚷了，出去！凶什么凶？等我大儿子来了，不收拾你们？来，让他来，赶紧来！我还不信了，你儿子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？怎么，你还想动手？你等着，我叫我儿子来。同样为人父母，这老女人简直不是人。月月好歹也给她当了这么久的儿媳，竟然一点情分都没有。谁在这欺负我妈呢？就是你们2个欺负我妈，谁还能把你妈欺负了？你妈不欺负别人就好了。说的好像有道理。我替我妈和我弟来谈谈素素医院所要赔偿的事儿。让你那个没用的弟弟来谈，月月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他躲在后面不出来算什么？秀姨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咨询过，赔偿第1顺位人是我的弟弟张健。如果你们安分守己，不乱折腾，我就让他分你一点，然后快点办离婚。怎么样？月月是为了给你们家生孩子才变成这样，你们还想拿了所有钱离婚了事？说了分你一点，仁至义尽。那如果我不答应呢？你不答应，我们就法院见。还有秀姨，咱们都在苏氏集团上班，以后别怪我不尊老爱幼。你当你在苏氏上班了不起？苏氏当然了不起，苏家是我们西城首富。你这老头我在公司见过，跟张秀娥一样，保洁员嘛。怎么，2个保洁员的西洋恋？哈哈。年轻人，饭能多吃，话不要多说，当心祸从口出。你一个扫厕所的老头，在这给我讲什么大道理？等你不扫厕所了再说吧。这卡你收下，就算官司打输了，你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医药费，钱我出了。你出什么呀？咱俩又非亲非故的。那你意思不是非亲背故就收这钱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张秀娥，我们结婚吧。苏立昌，如果我说我是个不祥的人，你还要娶我吗？不要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再说，
你能带着别人的孩子一直照顾到现在，证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张秀娥女士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等安排完家里的事儿，我们就去度蜜月。度什么蜜月？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。你跟孩子说了吗？不着急，先走，带你玩去。去哪儿？我们不回去上班吗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上什么班？你这么任性，搞得你真的很有钱似的。我是挺有钱啊，当保洁只是我体验生活的一部分。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说真的，你反而不信。你这瞎话，我才不信。走，坐我摩托车。摩托车？这叫复古巡航车，帅吧？帅，可是看起来很危险啊。怕什么？有我。我记得年轻时候看过刘德华演了一部电影，就骑的摩托车，叫什么来着？叫《天若有情》，男主骑摩托车，女主穿婚纱。当年多少男人就是因为这电影迷上了摩托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都说男人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个机车梦，可是我们都这年纪了，骑这算什么事儿？算了算了，管别人做什么？来，走喽！害怕吗？我骑慢点儿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叔，您这车是哈雷最新款啊，老贵了啊，可太帅了。好好挣钱，挣了钱换车，带你的妞兜风。好嘞，叔，借您吉言。老黎，这车很贵吗？不贵，我儿子的。老黎，谢谢你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好像年轻了一样。那我们就天天在一起。我能穿吗？怎么不行？进去试试。叔，阿姨，你们试了这么久，到底买不买啊？这太贵了，顶你好几个月工资呢。我们走吧。搞了半天没钱瞎试啊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推什么推？我又不是买不起，都给我包起来。不是，大叔，大妈都说了，你一个月工资都买不了半件衣服，就别在这装大尾巴狼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们这样歧视消费者，我可以投诉你们。这位小姐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给卡拿去。这还不快去？是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去给你包起来。这服务员怎么回事？你这卡很厉害吗？也没有，就是儿子的卡。哦，秀姨，这位叔叔是我丈夫。叔叔您好，我叫赵倩，是一名律师，帮秀姨打她女儿赔偿的官司。对，小赵人很好，不收我费用的。不收费？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是啊，要不是我说他人好呢。那就麻烦你了，秀娥，我看那件衣服也不错，你进去试试。好。我从来不相信天色掉馅饼的事儿。说吧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叔叔您不用担心，我对阿姨没有坏心思。我看你也不像坏人。叔叔您也不是简单的人，我看得出来。您刚才给服务员的那张卡是黑卡，全球限量。小丫头有点阅历，官司怎么样了？能成功吗？官司赢是能赢，就是到时候赔偿顺序肯定会起争执，对阿姨这边不太有利。出了问题有我，你随时联系我。好的，苏董事长。你认出来了？是啊，谎言也有可能是善意的谎言，不是吗？没错。你俩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叔叔就是关心郑月的案子。对了，案子怎么样了？很顺利，您放心。阿姨，你穿这个真好看，这件我送你好吗？那怎么行？这衣服很贵的，你们年轻人挣钱不容易。服务员，这件算我的。阿姨，我先走了，祝你和叔叔新婚快乐。哎，好，谢谢你。妈妈，不是我不想和你相认，而是我没多少时间了，我真的不想您伤心。以后我就住你这儿了，别嫌弃我啊。嫌弃你什么？儿女们有的也都是儿女的，我们俩就在这儿老来伴儿，互相照应吧。对，儿女总归要离开我们，到头来相伴的还是自己的老伴儿。谁呀？妈，是我。娟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吗？妈，这位是……妈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妈结婚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保洁老黎。妈，您这结婚怎么也不说一声，太不负责了。小丽怀孕了，我们马上要结婚，你这结了婚，谁给我带孩子啊？妈结婚了也可以给你带孩子，对吧，老黎？不是妈，谁知道你这老伴儿身体好不好？过几年再生个病，还得你照顾。你起码要帮我把孩子看到高中毕业，还有姐还躺在医院，以后谁照顾谁啊？你怎么就这么草率结婚？真自私！你这孩子说谁自私？你妈一直没结婚，带着你和你姐操劳到现在有自己的幸福，你还要把她困住给你带孩子，不带就是自私。到底谁自私？我跟我妈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一个保洁老头还好意思说我，真把自己当我爸呢？有话好好说。说不了一点儿。妈，
我来是跟你说小丽怀孕了，我们得马上结婚，你起码给我凑个房子和车子的首付吧。积蓄都在你姐医药费里了。妈，不是说好给我结婚用吗？你这还让我怎么结婚？我现在就给小丽把话说清楚，这婚我不结了，行了吧？别，孩子，别冲动，婚肯定得结。怎么结呀？要啥没啥。小丽答应，人家家里也不答应。娟儿，你先回去，妈妈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说了，让你先回去。行，妈，我等你消息。秀娥，要不给月月打官司的赔偿款，我不能动，要留给月月治病。为什么我这半辈子都是靠亲人换来的钱在生活呀？我这当妈的真是没用。我知道你之前不愿意用我的钱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你可以用。不行，那是你的养老钱，这钱就当我借你的，你可以慢慢还。是这样，你画画不是挺好吗？我出钱给你报个班，你好好学习学习。如果画得好，我让我儿子找人帮你卖出去。还能这样？当然可以，老年大学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，你也不会尴尬。我真的可以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好，听你的。年轻时候没机会上学，现在也是满足了一个愿望。秀娥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很优秀。爸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们了。我最近忙，没空管你们。小北呢？让他来见我。妈回来了，小北去陪妈了。你妈她不知道吧？我交代了小北，让他不要跟妈说你的事儿，但是他听不听我就不知道了。算了，无所谓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几件事。一，我的身份继续替我保密，因为我跟你张阿姨结婚了。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真的跟那个保洁阿姨结婚了？什么保洁阿姨？会好好说话吗？不是，那你有没有做什么婚前财产公证？我就知道你们第一反应一定是钱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以为我跟他一样是个保洁，所以你说说，这跟钱有什么关系？爸，虽然你跟我妈早早就离婚了，但是她好歹是著名画家，名门闺秀，你这找个保洁是个什么事儿？让我妈知道还不得气死啊！她生气关我什么事儿？爸，你真的要活得这么自我吗？自从上次在街上心脏病犯了没人管的时候，我就看透了，人这一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到了我这年纪，心情舒坦才是最重要的。爸，你真是放飞自我了。也罢，听您的。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张阿姨有天赋，让她去艺术部上班。可是她一直都干保洁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在苏氏集团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哟，这不是秀姨吗？还扫地呢？上司跟你说话呢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把脚拿开！老头来英雄救美了啊！我偏不，你能怎么着？不怎么着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张秀娥已经是公司聘请的艺术部部长，你没资格再对她吆五喝六。老黎，你在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艺术部部长就他？老头，你做梦说胡话呢？我们谁说胡话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张扬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滚一边去！经理，这保洁不听话，我让他去给我打扫办公室，他还不去，滚一边去！好，是。张秀娥女士，请您跟我去艺术部任职。我吗？对，您画的画那么出彩，这么久我们都不知道，是我们的失职。那现在要去哪里？您跟我去办入职手续，然后带您去办公室。老黎，我去吧，别害怕，你可以的。不是保洁吗？太离谱了吧！这阿姨怕不是谁的亲戚，太假了。经理，这太假了吧？他凭什么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张扬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？现在就给我去办离职，立刻，马上！这凭什么？部长，您这边请，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办公室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苏总为什么会让我来这上班？听说苏总是那天看到了您在杂物间画的画，觉得您很有天赋。您先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一切跟做梦一样。喂，村长，我婆婆怎么了？好，我这就回来。吴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秀娥啊，我专门在这儿等你，有件事要告诉你，我不能带着这事儿进了棺材。怎么了，吴婶？这么严重？当年其实你生的2个闺女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那2个闺女没有死。吴婆子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没干嘛，听见孩子哭了，我就瞅2眼。别多管闲事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说这干嘛？这是你家的事儿。对不起，过去这么多年才告诉你，以前你没事就帮我干活，我还帮他们瞒着你，是我不对。吴婶儿，不怪你，
我这就去找我婆婆。我问她，把我孩子都哪儿去了？我听说你小叔子得了病，挺严重的，你婆婆像是在装病，你可得小心。哎呦，秀娥，我的好儿媳，你回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。这是怎么了？秀娥啊，你把我家老大留下的2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，我老婆子感激你啊。哎，我得病了，可能没多少时间活了，所以想见见你。别装了，有事说事儿。别急啊，嫂子，听说你现在在城里的大公司上班，工资肯定不低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咱有事说事儿。我得病了，嫂子你给点救命钱吧。娃他爹死得早，我跟你们家早就没关系了，要钱也要不到我头上吧？别急走，张秀娥，有件事我告诉你，但是你得出钱替你小叔子换肾。你说你当年生了2个女儿没夭折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他怎么知道？当年我给他们做了记号，你还想不想找回你的孩子？你当真没骗人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先拿钱，我就告诉你其中1个孩子的下落。你骗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想威胁我？都是为了孩子，你答应不答应？可以，但你要说话算话。钱凑够了来找我。快开门！喂，秀娥，怎么了？快来救我！怎么了，秀娥？你在哪儿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我在郑家村，你快来！别怕，我马上来。你这个恶妇，郑少要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！这个恶妇用花瓶把我儿子砸了，大家说怎么处置？我这当妈的2个儿子都折你手里，我今天不会放过你！就是我们村子不能有这种人存在，赶出去！我今天就替我死去的大儿子在祖宗面前好好教训你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苏总，这个村子是我们公司要开发的新项目，村民团结蛮横，很难搞。苏总，要报治安吗？先等等，我们自己地盘先自己处理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敢把秀娥怎么着？是，苏总，去找，把村子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夫人给我找出来。是，董事长。报告苏总，村民都聚集在祠堂，走。贱人，都给我住手！你是谁？老太婆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老黎，大家看看，这贱人又勾来一个男人，我的泉下的大儿子能安生吗？你儿子的坟在哪儿？我替你换地方，让他安宁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村的祖坟也是你说动就动的？你们村子的地都被苏氏集团开发了，当然我们能说了算。我是郑家村村长，你们是苏氏集团的？是，张秀娥女士也是我们苏氏集团的领导层。呸！就她一个保洁，怕是别把你们都骗了。她30年前从外地来我们村，我还不知道她几斤几两。她骗没骗我们，也不关你这个老太婆的事儿。本来我们苏总想着你们这村子民风淳朴，可以多给你们些拆迁款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你们都是蛮横不讲理的人，不配跟我们讨价还价了。咱有事好说好商量，走，去我家喝点茶，我们慢慢聊。没什么可聊的，除非让这老太婆给张秀娥女士道歉。不可能，让我跟她道歉，长了脸了。你闭嘴！那行，让她给你们道歉。不可能！死老太婆，别逼我扇你，这可是关乎全村人的利益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？不行，你快道歉！你那儿子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大家一个村子，不想说罢了。老光棍娶不到媳妇儿，能好到哪儿去？我看说不定是你不吉利，快给人家道歉！哎呦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我呸！啊！苍天啊，大地呀，这群人欺负我老婆子，不给我活路啊！老黎，算了，你不生气了？当然气，但是这样再逼他，他一样还会找我麻烦。这样一来二去没完没了。好，听你的。我们张秀娥女士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这老太婆计较，我们回头再算账。那赔偿金的事儿，我会跟苏总说的。但是这事儿，今天总归结果我不满意。还有就是张秀娥女士受的伤怎么算？他们家的赔偿金是不是应该张秀娥女士说了算？是。不行！你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以后有事要跟我说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，叫了这么多人？我和老苏总是战友。不然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救你？只能求助别人了。刚好那个村子是苏氏集团开发的项目，那确实得好好谢谢人家苏总，帮了我们那么大忙。回头你看能不能叫他来家里，我给做顿饭。行，
你明天还能上班吗？当然要上，这件事对我很重要。我这么一把岁数了，从来没觉得有哪件事对我来说这么重要。好，我支持你。来帮我选明天上班穿的衣服，我这么多年都是穿的保洁服，你来。好，这件怎么样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我有点紧张。没事，加油。我今天这样穿怪不怪？不怪，可漂亮了。上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回我的杂物间，等你下班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好。苏总，这回咱不用装了吧？不用了，走，干点正事去。苏总，咱干啥去？当然是替我媳妇儿找回厂子去宋家村，我好好跟他们谈谈拆迁的事儿。老苏总，跟着你比跟着小苏总刺激多了。但是你不能出面，不然我就暴露了。唉，这么好玩的场面不带我。苏总，您找我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习惯，当然习惯。那就好。那行，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昨晚的事儿还得谢谢你。昨晚？不用客气。听老黎说你是他战友的儿子，要不有空去家里吃个饭，让我好好感谢你。黎叔说的吗？他同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随时欢迎。那行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就他了，你爸的新女朋友？是的，妈。土里土气的，你爸为了他把公司弄得胀气，真不嫌丢人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这么乱折腾。他爱演，我就陪他一起演。妈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妈换岗位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！小丽跟我闹得不行，钱怎么样了？要不你跟亲家说说，彩礼钱能不能少点？要说你自己去说，我不想去说了，丢人。娟儿，你是嫌妈丢人吗？不是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去跟小丽说，妈回头亲自拜访，跟他们商量彩礼的事儿，行不？妈，没钱什么都是白搭。我知道，你让妈缓缓，给妈点时间。可是小丽肚子里的孩子等不起啊！他妈说，要是再不结婚，孩子就……哎，我知道了，妈想办法，你先回去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妈，尽快啊。好。缺钱吗？我可以帮你。跟我合作，按我的要求帮我画画，能挣钱吗？你只要照做，我不会亏待你，而且我可以预支给你一大部分，够你帮你儿子结婚，不会对苏氏集团有害吧？你当我傻子吗？我怎么可能坑我自己？好，错了吗？错了，该打。我打你了吗？这谁打你的？没人打我，我自己打的，我该打。拆迁款给谁？给我嫂子。以后见张秀娥该怎么做？您说怎么样都行，我跪下叫妈妈都行。别，我可没你这样的儿子。求求您放过我吧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小李，几点了？5点了，快走快走，接我老伴下班。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出现在我媳妇儿面前。我衣服呢？这儿。老苏总真有个性，偶像啊！哎呦妈，疼！你轻点儿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儿子，你等着，张秀娥她人我们不敢动，但是钱她还是得乖乖给我送来。我女儿现在在哪儿？钱呢？没钱我可是一件事都想不起来。这是5万，我现在只有这么多。一个孩子脖子上有一个铜锁，上面刻的一个喜字儿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钱不够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这是我所有钱了，告诉我孩子在哪儿？那孩子来找过你。他现在在哪儿？那个戴铜锁的丫头回来找过你，还给了我一笔钱。毕竟是我孙女嘛，我可是她奶奶。孩子比你懂事多了，怕是你用现在对我同样的方法跟他要钱吧？那也是他自愿的。我儿子得了病，他帮他小叔治病不过分吧？你真是贪得无厌。我贪得无厌？你什么样子还好意思说我？郑衰得病，哼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因果报应？你给我滚出去！钱不够，别想知道你女儿的下落。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女儿。怎么了，秀娥？我还是别让老黎替我担心了。没事儿，就是这菜太贵了。没事儿，我发工资了，就当给你庆祝升职。老黎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前夫吗？老黎，这是……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老黎的前妻，画家玛丽，你可以叫我 Mary。我叫张秀娥，老黎现在的妻子。我听说了，保洁员，怪不得嫌这贵呢。算了，这顿我请，敞开吃。保洁大妈，我说你真是品味越来越差了，丢我人！你给我少说2句。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听儿子说他也会画画，周末有我的画展，你带他来玩啊？不去，你赶紧走。走了，吃好啊，姐妹，别客气。
秀娥，你别介意，他人不坏，就是嘴巴刻薄了点儿。我们是和平离婚。他是画家啊，对，怪不得你喜欢我画画呢。不是秀娥，你听我说。小北，我又见到你爸和他那个保洁大妈了，他竟然还带他来以前我们经常吃饭的地方。我现在真怀疑，我想跟他复婚是不是有毛病？妈，不着急，看我收拾他，爸爸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哼，一个保洁而已，拿什么跟我比？秀娥，你别生气。没有，我就是嫌弃自己给你丢人。老黎，你好好跟我说，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要不要跟秀娥坦白？这节骨眼儿说清楚，她怕是会更生气。哎，算了，我以前跟玛丽一起做了点小生意，攒了点小钱，但是她那样子你也看到了，心高气傲，后来就离婚了。暂且信你。秀娥，你看这是哪儿？中心广场啊。这是我们重逢的地方，走，去转转。秀娥，好久没见你来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这是，他叫老黎，不错不错，比我家老赵看着精神多了，真好。你家老赵呢？喏，在那边。这，你就把他一个人扔那儿啊？那还怎么样？我都把他带出来了，够意思了。谁让他年轻时候就喜欢找小姑娘跳舞？那现在老了，动不了了吧？就眼睁睁看着我和其他老头跳舞呗。老石，那群打篮球的小孩要赶我们走，说我们占他们地盘，反了这群臭小子！你们走，别，好好跟孩子们说。大妈，这里是篮球场，不是你们舞台。篮球场就是打篮球的地方，这地方又没说谁不能用，也不是你们的，这是公共场所，我们各凭本事，抢地盘有什么不对？那就各凭本事呗。你们被篮球砸到，也不要乱叫。你好了，别吵了。是这样，孩子们，这块地是苏氏集团的，我和我媳妇儿恰巧也是苏氏集团的员工。我们先解决今天的事儿，我替阿姨们跟你们做个君子比赛，怎么样？大叔，你想怎么比？3分球，谁赢了这块地今天归谁，怎么样？大叔，就你？对，就我。输不了一点儿，比就比，5局3胜。愿赌服输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那边有一块地，苏氏会尽快腾出来给这些阿姨做舞场，篮球场还是归你们。当真？当真。那就谢谢了，走。老黎，你太帅了。我也觉得。走，老黎，跳舞去。你去，我不会。终于有你不会的了。等找回我的2个女儿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娟儿，这是妈给你准备的彩礼。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妈最近帮人画画赚的，还有跟你黎叔借的，差不多够你彩礼了。那姐住院的钱呢？赵倩帮我们把官司打赢了，医院给了赔偿款，也够一段日子用。那我就安排上门提亲了。行，我跟你黎叔一起去。你能不能不要说黎叔说他是保洁员，我怕被丽丽家看不起。行，我跟他说，只要他们不问，我就不说。妈，问也不能说，我不想在人家家抬不起头。妈知道了，我还是给孩子丢脸了。郑军，听小丽说你母亲是保洁员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，现是苏氏集团的鉴定专家。鉴定专家？我怎么不知道苏氏还有升保洁员当专家的事儿？亲家，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，是不是？丽丽说你是郑军的后爸，也是个保洁员。我叫苏黎昌，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亲家，你这吹牛也吹得太离谱了吧？谁不知道苏董事长常年在国外，你就顶人家的名号？就是，不但穷还撒谎，这样一家人，我们怎么放心把丽丽嫁过去？不是亲家，我们家老黎就是爱开玩笑，他是跟苏董事长是关系好啊，对，是战友，开玩笑就是开个玩笑。越说越没边儿。苏董事长什么时候当过兵？那我记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又穷又是骗子，算了，丽丽，把钱退给他们，这婚我们不结了。一会儿你马叔他儿子小葛就来了，人家可是正儿八经苏氏集团的总经理秘书，比郑军这穷小子好太多，让小葛当面拆穿这家骗子。丽丽，你说话呀，不是说好彩礼给够，你爸妈就不难为我了吗？我也不想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你把彩礼退给我妈，不结算了。总经理秘书小葛，
让他来。拆穿你们这对老年骗子！小葛，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骗子？说，这就是小丽的男朋友一家呀。这人骗我们说是苏氏集团董事长。阿姨，叔叔，这确实是我们苏氏集团董事长，是吧，亲家？今天我请客，别客气啊。托苏董事长的福，我们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么贵的地方。对了，丽丽，好好谢谢你丈母娘，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儿子。能跟苏董事长当亲家，真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德气。那这2个孩子的婚事照常举行，越快越好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今天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上次小葛和你去村子救我，所以今天帮你隐瞒，我理解。但是你今天花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孩子有点小钱，还负担得起。我们不能这样，孩子们的钱是孩子们的，他们挣钱也都不容易。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和孩子闹得不愉快，让他们觉得我这当后妈的图孩子们的钱，用你孩子的钱给我孩子撑面子，这事儿不合适。我知道了，下次一定不这样。我们过好，尽量不麻烦孩子们。一会儿你不想在这儿待了，就告诉我，我们可以随时走。没事儿，我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也想多学习学习。只要你不介意就好，这里确实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。哟，我以为你不敢来呢。有老黎陪我，去哪儿我都不介意。哼，这是在我面前秀恩爱呢。我和老黎过了20年，你现在秀还太早了点儿。是啊，过了20多年还是离婚了。你那边那么多客人，你不去接待吗？好好学习学习吧，乡下人。现在好歹是我儿子的后妈，可别给我前夫和儿子丢脸了。放心，脸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，这道理我懂。秀娥，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孩子都大了，你们总会有来往，我也不能这么小气。谢谢你。其实我是自卑的，毕竟你前妻这么优秀。我们离婚早，他也不是那时候就这么有名气，所以这些都不重要。我也想变成他那样。你一定可以的。不管什么年纪，如果可以，没有哪个女人愿意一辈子捆绑在男人身上，捆绑在孩子和做不完的家务里。如果有选择，我们当然愿意做回自己。这是你最近挣的钱，这么多，谢谢。那个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你让我画的都是模仿画的，我也有几幅自己画的画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别搞笑了，你的画怎么可能有人要？你又不是大画家玛丽，她的画可是别人抢着要的。也是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不能让老黎失望，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喂，苏总，小姐和张姨见面了，给了阿姨一笔钱，应该是阿姨在帮小姐画赝品画，但是阿姨不知情，这事您得提前处理了，怕小姐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了，这丫头打小就不让我省心，也是让我和她妈惯的了。那您准备怎么办呀？该让这丫头吃点教训了，不能事事都让她不考虑后果的肆意妄为。那要不要让夫人知道？什么夫人不夫人的？现在你该叫夫人的人是你秀姨，那不是您现在不方便让阿姨知道吗？不然我第一个叫她夫人。可是苏总，话说回来，您准备瞒阿姨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也不是个事儿。我也是怕她心里有负担，别看她平时看着挺温柔，骨子里可倔着呢。再加上见了玛丽，您不是给她报了老年大学吗？不行，我再安排人，具体让她好好学习学习她的画画特长，这样好像也行。是啊，刘阿姨那么有天赋，让她去学习一下。年纪大怎么了？我们夫人就是天赋异禀。你这小子，马屁都拍到天上去了。行，这事交给你安排。得嘞。这是你要的钱，告诉我另一个孩子的下落。就这点钱，不然你还想要多少？钱不够，我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的。我现在只有这么多钱，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我入妥。这村子不是要拆迁吗？苏氏会赔偿一大笔赔偿款。哼，你在做什么梦？村子里的人几辈子都在这儿住，他苏氏说拆，你以为就拆得掉？村子不愿意搬的人还少吗？等他们搬了，我郑栓早就没命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那个老公不是有钱吗？让他给，我可等不起。不可能，他再怎么有钱也是他的。秀娥啊，栓儿他哥去世的早，就留下咱这孤儿寡母的，你也别怪我狠心。如果你还带着那2个孩子，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，是不是？如果有2个孩子在我身边，我宁愿不要现在的好日子。再说了，我能有今天的生活，跟你所做的恶事没有半分关系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
好歹也叫了我这么多年妈，你就忍心看我的栓子没钱治病吗？咱都是当妈的，有法子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苦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也跟我没关系，我欠你们家的早就还清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因为你的不善良，让你的儿子背了你的因果？轮不到你说我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提这些事儿，是还把你当做他娘，想替他守住他最后的孝道。可是你这个当娘的又做了什么？同样是你的儿子，你偏心成这样，我孩子他爹还让我孝顺你，真是替他不值。你闭嘴，栓儿，把他给我关后边去，没钱别想出来。你们这是犯罪！儿媳回家还能是绑架？哼，我就不信你嫁了老公才有这么点钱，糊弄谁呢？再说了，我这把年纪，谁能把我咋了？栓儿没钱治病也是死路一条，我们啥也不怕。郑栓，把他扔里屋去。娘，万一他那老头找来怎么办？咱娘俩死都不怕，还怕他那老头做什么？反正没钱治病，你活不了，娘也不活了。谁？怎么又是你？上次没告诉你们，我是苏氏集团的律师，负责这片区域的人员搬迁协调工作。你们对赔偿条件有什么不满意，可以跟我谈。好像赵倩这孩子之前来过这里，难道他就是我的那个寻回来的孩子？是，一定是。还有的聊？你能代表苏氏？当然，这是我的律师证。你们可以提出搬迁要求，我们好好商量。什么声音？没事儿，里面是我养的猫，你继续说。好。诉求我知道了，我回去会跟公司汇报，先走了。你还想跑？不给我们弄到钱，你就老老实待在这儿。我们活不了，你也别活，我们一起下去陪我大哥。小心刚才那丫头片子，你去看看她走了没有，不能让她知道她妈在这儿。知道了，娘。不好，妈妈可能出事了。娘，我看了，那妮子不在门口，应该是走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她知道张秀娥在我们这儿，你赶紧把她带老屋藏起来。我这就去。喂，苏总，麻烦你转告老苏总，张秀娥阿姨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张秀娥怎么了？我看到秀姨进了宋家的屋子，很久了都没出来，我进去看也没看到她。有没有可能她已经走了？不可能，那屋子没有后门，我也一直在门口，根本没看到她出来。你能不能通知一下老苏总，我联系不到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妈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人家回钱婆婆家能有什么危险？你爸这会儿在开董事会，没空接电话。那妈，你意思？儿子，这事儿跟我们有关吗？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谁？阿姨，醒醒！孩子，是我。怎么样，阿姨还好吗？没事，孩子，你一直在吗？孩子，真的是你，我的女儿。您都知道了，你都找到我了，为什么不认我？是怪妈妈丢了你吗？小时候说不恨您是假的，在福利院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，或者哪个妈妈能把我领走。可是我等了一天又一天。对不起，倩倩。妈妈以为你和妹妹都不在了，所以才不知道要去找你们，是妈妈不好，对不起。没事妈，在找到你后，看到你照顾郑月，我就知道一定不是你不要我。好孩子，妈妈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孩子，我们快走。人跑哪儿去了？走了，我们走。你们娘俩要去哪儿？我送你们一程啊。放他走，我跟你回去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就是了，放我妈走。钱和人我都要。
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取钱，保证不报警。你放我妈走。你知道我没钱就没命，所以什么都不怕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按照你说的做。你知道就好。还疼吗？不疼，都是妈不好，连累你。别说这些，妈。我下午给小苏总打电话了，可是他好像没有通知苏伯伯，不然不会到现在还没人来。你通知黎叔也没用，他一个老头能做什么？妈，看来你现在还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他就是苏氏集团董事长，兜兜转转来回绕，他都是在演他自己。那他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觉得他没什么坏心思，是怕你心里有负担。确实是，如果我一早就知道，可能会想多。你看，他又送您去上学，又给你换工作，想方设法的对你好。是啊，妈妈还是很幸运的。看到妈妈幸福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那你意思我要不要继续装不知道？可以啊，你可以选择继续陪他演戏，看他怎么变着花样宠你。臭丫头，知道调侃妈妈了。妈妈，我希望你一直有人爱，有人宠。你要能一直在妈妈身边，妈妈当然有人爱。我也希望能一直在妈妈身边啊。董事长，人找到了，在这儿。秀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了我的女儿。怎么样了，大夫？你是家属吗？对，我是她妈妈。你孩子白血病要按时化疗，你不知道吗？白血病，化疗？你这当妈的怎么回事？孩子都这样了，你都不知道？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孩子。大夫能救我的孩子吗？我的骨髓能不能给他？这姑娘每次来都是一个人，我们都以为她没有家人。那你跟我来吧，登记检查一下。没事儿，我陪你去。老黎，你听到了吗？女医生说倩倩每次来医院都是一个人，她得多难受啊！这不是你的错。难道老天爷让我们母子才重逢就要分开吗？不会的，孩子会没事的，你相信我。来吧，在这儿做登记检查。你是目前病人能找到的唯一亲人，先试试吧。大夫，怎么样？我能不能捐？不行。病人还有家属吗？兄弟姐妹什么的？有，他还有一个妹妹，带过来检查。可是……别急，我们去带另一个孩子来。有没有另外一个孩子的消息？我婆婆知道，可是她不说。走，去郑家村，在我苏黎昌这儿，还没有谁敢说不愿意。100万，200万，400万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不然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另一个背后有个月牙形的胎记。我知道了，是苏北。小北确实是我们收养的，这么多年都当亲生闺女对待。那现在突然告诉她，她会不会不愿意认我？现在就赵倩重要，你是她的亲妈，无论怎样她都该认你，别担心。喂，小北，你在哪儿？爸爸有事跟你说。爸，你带他来干什么？戏不演了吗？小北，你是我和你妈收养的，张秀娥才是你的亲妈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，爸？我现在就给妈妈打电话。妈，我爸带了那个女人来，说我不是你亲生的。妈，你爸真是疯了！你在哪儿？妈妈就来。所以呢，你们现在突然跟我说这干什么？你的姐姐得了白血病，需要你。你突然跑来告诉我她是我亲妈，又让我给她女儿捐骨髓。小北，你就去试试，不一定能匹配成功，试试总可以吧？不可能，我为什么要去？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出现，你才不要我的是吧？不是，小北，你听爸说。我不听，他把我抛弃了，现在又跑来让我去给他另一个女儿捐骨髓，疯了吧？张秀娥，你是不是一开始接近我爸就没安好心？当年不是我不要你和你姐，妈妈是有苦衷的。小北，原谅妈妈好吗？你不是我妈，我的妈妈只有一个。小北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求求你救救你姐姐吧！别碰我，你不是我妈。怎么跟你妈说话？别打孩子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自从你出现，什么都变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的报应马上就来了。小北，你别闹了。谁是苏北？怎么回事？有人举报苏北贩卖假话，
现在需要他跟我们回去例行调查。假画、赝品，先生，我跟你们走。秀娥，怎么回事？跟苏北无关，画是我画的。还有同伙吗？没有同伙，就我一个。好吧，那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秀娥，你先跟他们去，别怕。夫人，请坐。你们都是苏董事长安排，您在这稍等，看那边就明白了。小北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把你自己亲妈陷害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我没有。你早就知道你的身世了吧？我和你妈没让你受过委屈，你的身份也不会变。有2个妈妈宠你，不好吗？我只知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，所以更害怕你们不要我。你妈妈宁愿自己顶罪，都不想让你出事，你还不明白？我不知道她是我妈妈，不是故意害她的。就算不是你亲妈，你也不能这么害人。爸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把话说清楚，把妈妈换回来。从小到大，你以为你干什么坏事能逃过爸爸的眼睛？傻丫头，走，跟我去给你妈认错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怪你，是妈不好，弄丢了你们姐俩。咱们现在去看你姐姐，好不好？好消息，数据匹配，可以准备做手术了。太好了，倩倩有救了。妈，我们去看姐姐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你说让她捐骨髓，她就得捐。那我抚养她这么多年，付出的算什么？凭什么让她受苦？妈，玛丽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是该好好谢谢你替我把孩子养大，还养得这么好。我没有想把孩子从你身边夺走，就是想让他救救他的姐姐。你没养过他一天，现在有什么权利让他为你牺牲？你这不是纯纯的道德绑架吗？玛丽，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愿意救他姐姐。对不起，我愿意补偿孩子。你拿什么补偿他？孩子是我养大的。妈，我不要什么补偿，你别说话。我欠他们孩子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不是，妈，你谁都不欠。倩倩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我不想妈为了我受委屈。妹妹，妈妈不是自己愿意丢掉我们的，这些不怪她。我知道，相比起来，你比我幸运太多了。我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，没有享受过一天母爱，这也不是我能选择的。小北，妈妈只是想让我活下来，我想跟你们在一起。妈，求你了，我想救姐姐。算了，说来说去，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算什么？说来说去，你妈妈才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。要说感谢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你。一切好运好像都是从遇见你开始。倩倩睡了吗？睡了。累坏了吧？不累，心安。等倩倩病好了，我们办场婚礼吧。我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穿婚纱，怕给人笑话。难道你不想试试吗？我想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最想得到一个人的肯定和祝福。你们结婚想要我的祝福，是不是过分了点？我知道有些过分，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要感谢你，替我把小北养得这么好，还把老伴儿让给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玛丽，我们离婚跟秀娥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知道跟他没关系，但我就是不爽，什么便宜都给他占了。那你怎么才能原谅我？哼，听说你画画不错，我们比画画，公开让路人投票。如果你赢了的话，我就原谅你，怎么样？你这不是难为他？以你的名气，赢秀娥不是轻而易举。怎么，怕了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言为定。明天就要画展了，想好画什么了吗？想好了，就画我的双生花。现在请各位给仔细喜欢的画投票。这一幅画的名字叫做《双生花》，另一幅叫做《最后的星辰》。请各位将自己手中宝贵的票分别投给自己喜欢的作品。爸，你希望哪个妈妈赢？你这问题是给你爸挖坑呢。
恭喜我们的张秀娥女士以1票之差险胜玛丽女士。恭喜你，秀娥。是我要谢谢你，让我变得更好。祝你和老黎新婚快乐。其实我没那么小气，这么多年早就和老黎处成家人了，孩子多一个妈疼他我也开心。谢谢，小北永远是你的女儿。别酸，我还有个儿子呢，而且小北本来就一直都是我女儿。来，大家一起来合个照。